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懂得静思，才会力量全涌。静思是不同于静坐，两者有不同的意境哦。静坐呢是入定的门啊，静思呢是观慧的展现。静坐是一种知识跟方法的修行，通常是通过打坐啦、调身啦、调息啦、调心啦，让身心能安定下来，所以是比较注重形式上的静啊，例如啦，双眼紧闭啦，两腿盘坐啦，不言不语啦，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呢止息妄念，来达到心定啊。静思则不同于静坐，静思是一种心灵平静的状态。跟生活上的修行呢，静思不需要特定的姿势或时间，甚至不必刻意选择安静的地方，只要想让心静下来，任何地方都能做，甚至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也可以身动心不动啊，静动心静，身忙心不忙，这才是进入静思的意境之中啊，这个也才是真正的静坐了。所以静思简单讲就是动中修静，乱中修定啊，是强调静中修10分，不如动中修1分啊。也可以说，静思是静坐之后更上一层楼的修炼啊，是从静而起观啊，从观而生慧啊。所以静思不是逃离人群去静坐，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跟人群中呢，随时保持心清自明的状态啊，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中啊，或纷乱的环境中啊，心也能心不随境转啊，这样才是真正静思的意境呢。举一个例子来譬喻，大家一听就懂了。静坐就好像让湖面啊平静下来啊，让湖水变得很清澈。静思呢，则是在清澈平静的湖面中啊，低头看见水中天呢，也看见自己的心呢，叫做反观自照啦。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后退原来是向前呐。那这样解释，大家应该就比较容易清楚了。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呢，静坐是止，停止的止啊，静思是观。止跟观如果能够双轨并行而双修的话呢，那就是从静生慧，在静中产生智慧。所以我们今晚的主题懂得静思，力量才会全涌，而不是讲懂得静坐，力量才会全涌不是啊，这是因为静思的力道啊，比静坐还要强啊，甚至静思是慈济宗门的法脉，是法水的源头啊，重要性可见一斑啊。那正言上人曾经对静思做明确的开示啊，上人这样讲了：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要在静思法脉中啊，在日常生活里都要能够静思，静思要心很宁静，在纷扰的社会里，心要顾好，不要随境转。不随着境界而纷扰不安呐。那思呢，是心要冷静思考，面对任何的人事物都要三思而行啊，是非要清楚明辨，既不被欲念牵引而冲动行事，同时对的事做就对了，不要三心两意啊。好，这样的开示让听法者很容易理解啊，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嘛。也就是方便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法。不但佛法要生活化，经文也要生活化啊。生活化的佛法跟口语化的法语看似平淡，实则重味啊。想要体悟平淡最重味的道理呢，就必须时时让心灵保持着平平淡淡、从从容容、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啊。而每一天都要有适当的时间呢，
来进行我们心灵的独处跟沉淀这个是学佛必修的功课那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静思是我的慧命，慈济是我的生命，静思是家，是每个人心灵的家，也是心灵道场有家才会有门，有静思才能够成立宗门，有静思法脉才能开启慈济宗门那这一句开示呢，开宗明义把静思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其实过惯了多彩多姿的生活，或习惯随心所欲的人一旦要他静下来或短暂的约束自己即使几天而已他都会不甘寂寞这样子的人想要修炼身心就会比较困难然而有静思习惯的人呢，比较会有能力耐得住寂寞甚至把孤独跟寂寞当成一种享受其实能不能耐得住寂寞也是一块试金石试试看我们能否耐得住纷乱的干扰能否在动乱的情境里面呢静动心不动能否每天都有时间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更可以测试我们是否有能力呢往内探求寻找以静制动的心灵的力量能平静面对成功，就能平静面对失败了。能平静面对失败，失败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啦。那这个需要平等心跟亲近心呢。碰到喜事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都会喜形于色嘛。但如果能收敛常情，这个就是平常心的展现。这个不简单要有修炼才有办法。碰到衰事时大多数的人都会意志消沉嘛，暗自伤悲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但如果能从中去深观因果那这个是因缘观的启发一旦道理通透了，衰事也是好事一桩因为幸与不幸都是福，不是吧？那生命中性灵的成长跟蜕变，都是需要在静思中沉淀的，才能起一份感恩心跟欢喜心能够感恩顺利境界，把它当作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事一桩甚至碰到佛境很欢喜，碰到魔境也不排斥这样都是一种不起分别的正念也就是懂得用智慧去成就善缘我们读书会经常会分享一句话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必须将它置之一处，久久不动。时间久了，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这整个由纷乱转趋平静的过程，就是在强调什么？静思。这个就是静思的功用跟重要性所以即使行菩萨道走入人群，也不能每天忙到没有进修跟自修的时间否则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危机越是忙碌越要冷静，这样才有可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就好像车速越快那方向盘就要掌得越稳车子没有开方向盘就不要动，也没有危险道理是一样的。人生的许多辉煌成就，不在于狂热的宣泄或变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即使居高位而权倾一时更需要懂得冷静跟凝结就好像高温的铁放进冷水急速冷却一样才不会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谦卑，要虚心那精明就是精神英明，精神英明之人精神不会散乱那不散乱就是一种凝结，没有乱掉，没有散出去是凝结的那它的作用就像淬火嘛，透过静思向内自观，就好像在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一样就跟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洗澡一样嘛，这是很习惯很自然的事情也跟每天吃3餐一样但是3餐是食粮文法是道粮
一个是顾生命，一个是顾慧命的，那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嘛。一个人如果静思的时间不够或者没有，当然就很难透过内观跟自省去发掘可以让我们心灵继续成长的空间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身体很精进，也会因为心灵不清净而造成越精进越偏离正道，甚至在心念上走入偏门了，这也是一种危机耶。所以精进是好事啊，还要入法啊，所以静思也是让我们心智跟心灵成长的重要的修行法门。行菩萨道也是一样啊，不能只是狂热的投入宗门啊，只是参加活动而已啊，变成活动有余，静心不足了啊，这样造成什么？宗门有余，法脉不足啊，只会入宗门而不知法脉了，也就是动久了静不下来，或静久了动不起来啊，这样都不好啊。那要避免这样的问题产生呢，就要随时能调整方向跟脚步嘛。最好的方法就是静思啊。学佛强调反观自照嘛，这个就是止观的功夫了，也就是曾子所讲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每天多次静思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啊？跟朋友交往有没有诚正信实啊？师父或老师教的有没有去温习跟实践呐？这个三省吾身的这个三省，不是3次哦，它是形容词啊，是多次的意思啦。那儒家的内省修身跟佛家的反观自照，以及止观的修行法门都有很深的相通之处。止就是反观，观就是自照。止是观的基础，观是止的深化，止跟观是相互依存的，因为止而后能观，观而后能止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懂得静思才会明理，明理则心安心念人定才会起慧，起慧则照见自心连同刚刚前面的几句开示呢，上人是把静思、止观跟反观自照融合在一起三合一让他们呢互相辉映那这也是一种妙法妙法人在生活中，就是无量易经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了。我随师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海外的实业家跟上人分享说到，他说以前我还没有进慈济的时候，看到很多慈济志工在做慈济做得很欢喜，做到走火入魔。现在自己走进来做，也做得很欢喜，发现自己也是走火入魔。这人上人听过之后就很善解他的不善辞令是外国的志工啦，不是台湾的了。他上人立即对众导正说道：你说的刚刚这个居士所讲的这个走火入魔呢，是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哇！众人一阵哗然大笑。那上人这种随机应变跟拨乱反正的这种佛智就是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个前就是生活中在人群中的意思了。2012年8月，这个差不多13年前了我去大陆苏州的，我们有一个静思书院演讲那讲座最后呢，有安排跟现场的200多位的听众双向交流问与答。那个时候呢，一位年轻的听众坐在后面，他举手问我说：“刘老师他们称呼这个演讲者叫做老师他说：“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他还没问，我也不方便说不行嘛，对不对？于是就请他提问嘛。那这位年轻人就问到：请问您对钓鱼台的看法怎么样？问我对钓鱼台的看法怎么样？那原本是很轻松温馨的现场，因为我讲了很多笑话嘛，顿时是
顿时陷入一阵的严肃凝结的气氛。我停了几秒之后，我回他，我说这位先生，我们是学佛的人，不方便去讨论钓鱼的事情，而且我们慈济人正在倡导斋戒如素啊，所以也不鼓励人家去钓鱼啦。现场观众一片笑声啊，而我也客气的向这位年轻人致歉了，我说对不起哦，我只能这样回答啦，太敏感了啦啊！学佛没有速成班呐，如果要对所学有所心得呢，就要循序渐进呢，透过定静安虑，这个叫做渐修了。时间久了呢，自然功夫就有所得啊，定静安虑得嘛啊。佛家常说，知足最大富，安稳最大利的。这个安稳就是心灵有所安住跟依止啊，这样就是心灵找到了家了啊，懂得如何在乱境中呢，去拨乱反正，境乱心不乱了，这就是安身立命了。那想要安身立命，就要学习平静温和去应对人我跟人事的问题啊，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再以权巧机智去化解危机呀，甚至妙用危机为转机呀，那这个更不容易啊，要不断的学习，功夫才会有所得啦。其实静观其变也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功夫哦，好像太极拳一样啊。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要能够沉得住气，要能够耐得住寂寞。人生必须学习耐得住孤独跟寂寞，人生才能够不寂寞了，也才有可能随时透过静心思维啊，静心思维，调整脚步跟方向之后呢，蓄势待发，勇猛精进，方向对了，勇猛精进。也唯有如此呢，才能在乘风破浪之中呢，欣赏那个激情美丽的浪花，对不对？耐得住孤独跟寂寞，才会拥有一份平淡如水的心境。这样的安稳，才不会让我们的孤独跟寂寞陷入空虚跟失落。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主题嘛，心浮气躁、心神不定跟妄想纷飞的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一个人的身心有所安稳跟宁静，才能无论碰到任何的境界，都能以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啊，这样才是一个性根十足的人呐，也才会是一个让人感觉很安稳可靠的人。所以在人群中的修行，如果要以单纯的心去应对复杂的人与事，或要身处复杂的境界，而内心依然保持不跟他沾染，那这个就要从静思中去慎谋人断啊，并谋定后动啊，这个是一门必修的功课了哦。静思不是在寻求灵通哦，或神通，最终走火入魔，不是这样哦，而是静坐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哦，不是达到要神通的灵通，不是，而是要让自己无论处在任何的环境，都能摄心不散，心住一境啊。那这个是静跟定的功夫哦，心中的定境越深呢，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了啊，自然不会牵引外面的乱源进来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动中修静，乱中修定，刚刚讲的嘛。啊，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群聚，或者处在顺逆境界呢，都不受别人喜怒哀乐的那种情绪的影响啊。那这个是，或者说与人相处也能不卑不亢不攀援呢，那这个就是静跟定的功夫了得。一个人的心灵呢，如果能透过静思而得到清净的话，就能在最平凡跟平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因为他看到晴天就看到光明了，看到雨天就看到滋润了，吃到简单的三餐，或是跟人家一段愉悦的谈话啊，都能让我们自得其乐，心生欢喜啊。或者投入那种温馨的情境里面，感觉到心情非常好，看到人生真善美的一面，那人生的一大福报啊！好，这个是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灵在进化的时候呢，所感觉的乐受也比较微细，也就是感觉很敏锐了，感受也很清楚了。即使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感觉到
享受跟满足。那要有这样子的感觉跟感受呢，静思是重要的催化剂哦。因为静思沉淀过后，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跟感受啊。这个跟水清才能见池底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静思过后，还要接着能够行动，不是一直静思视而不动，这个不行啊，这个也很重要。就好像王阳明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致知啊。所以动跟静，或者知跟行，也要搭配得很好啊，这样才是知行合一的人生真谛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懂得静思，力量才会泉涌，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